好，美伊戰事接下來的衝突怎麼解決呢？沒有想到這時候美國跟伊朗都搶着要討好中國大陸哦。那荷姆茲的海峽命脈之後會由誰來決定呢？難道會落入在北京手中嗎？今天也會特別來關心到美制的武器設備爆出有後門，全球現在對美國的信任正在崩盤當中。我們趕快來看到這個美伊的最新局勢，有一個很奇怪的畫面。川普在這時候公開的喊話，他說呢，要為中國大陸打開荷姆茲海峽。接下來說這個，如果舉行了這場川習會的話，他說習近平一定會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好，這是來自於川普的最新說法。伊朗方面呢，同樣是跟中國大陸這邊也有了一些建立關係。在這個時候呢，我們看到伊朗跟王毅特別是通上了電話，那麼也立刻的釋出善意了。接下來伊朗說了，他會考慮來開放單側的通道，在荷姆茲海峽這邊可以開放單側的通行。兩方都在對伊朗示好，似乎是認為說中國大陸可以成為現在唯一有能力可以停戰的一個關鍵的國家了嗎？賴老師怎麼看？當然是啊，因為現在態勢很明白了啊，中國大陸完全有實力、有能力啊，跟美國對抗。而且呢，有實力來影響相關的國家，包括伊朗在內。而中國的態度很簡單，反對赫爾木茲海峽是封控的啊。但是中國大陸知道為什麼赫爾木茲海峽會被封鎖，那是因為美國跟以色列是違法的啊，這個違背戰爭正義的去攻打伊朗，所以伊朗是不得不封控這個海峽。但是問題就是大陸跟海灣國家的關係也非常的好，所以大陸已經告訴伊朗說，你還是要考慮海灣國家相關的他們的需求，還有國際間的需求。那伊朗清楚的知道，如果說沒有大陸的支持，它的經濟會陷入崩潰，然後它的戰爭也會打不下去啊，因為它還是需要很多戰略的物資，這些也都進行不下去。那本身伊朗有參加中國所領導的幾個組織，包括上海合作組織，包括金磚組織啊，一個是經濟的、貿易的，一個是區域安全的。這兩個組織，中國大陸都有巨大影響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大陸跟俄羅斯的關係是非常緊密，所以他對朝鮮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那在這個情形下，伊朗他當然要尊重、考慮中國的看法，但是中國不會強人所難。中國也提醒伊朗，我知道你的處境，我也知道你的難處，但是你哪一些地方可以調整？你也可以很明顯的看到，最後能夠讓伊朗的代表團最高的領導人之一，也就是國會的議長，跟美國的國會的議長，也就是兼副總統，對，或者副總統兼國會議長，也就是議長跟議長之間的直接的對話。是這個大家都知道，背後的最後的推手就是來自於中國大陸。而巴基斯坦能夠有這麼亮麗的表現，那也是因為中國大陸挺巴基斯坦，然後中國對於這個沙特也好，對於埃及也好的影響力也都夠，因為中國跟阿拉伯世界、阿拉伯的聯邦阿拉伯的俱樂部，他們的關係非常好。中阿的每年的固定的會議都會，要不就在中國召開，要不就是在埃及召開。所以我們都很明確的看到，中國大陸現在對中東地區的影響力，那今非昔比啊，完全是不同的。所以對美國來說，一個具有這麼大影響力的國家，它介入了，美國要不要在乎？要。那美國如果完全不顧中國的意見的話，中國如果真正提供武器給伊朗，那伊朗的打法就不是今天的打法了。而且坦白說，我如果是中國大陸了，我怎麼不想我的武器在這個實際的戰場中來練一下？當時印度跟巴基斯坦已經讓我的武器揚眉吐氣了。我的武器如果能夠由伊朗來把美國打得一塌糊塗的話，我的武器在國際間啊，絕對是好賣的不得了啊！而且經過戰場洗禮的武器，我的調整那能力就更強了。那未來中國的武器完全碾壓美國，美國還怎麼跟中國大陸作戰？所以我如果是大陸，我是巴不得把我的武器送到伊朗那邊去跟美國好好較量。我覺得美國還是會擔心這一點的。
好，現在美國跟伊朗雙方都把這個能不能停戰的一個希望的關鍵的協調力都放在中國大陸的身上。但是如果說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停戰的話，其實呢，美國也很緊張。所以呢，最新他又喊話了。我們來看到美方怎麼說，然後伊朗方面怎麼說。先看伊朗哦，伊朗說呢，一旦談判破裂的話，接下來他的想法就是說，他要攻擊3大水域，可能會採取行動，包括了紅海、波斯灣跟阿曼灣，這可是全球的運輸能源的很重要的命脈。楊老師怎麼看？其實講3大水域，其實就是2個海峽，一個就是赫爾姆茲海峽，它是連接波斯灣跟阿曼灣，也就是往外是印度洋。另外一個呢，就是紅海的曼德海峽，那個是伊朗的夥伴，也就是青年軍胡塞組織在也門，它可以去針對曼德海峽進行騷擾，那甚至封鎖，那它就連接紅海，紅海再出去就是蘇伊士運河、地中海，然後到這個印度洋，所以這2大海峽，它現在会不會？赫姆茲海峽它已經是封鎖，從戰爭開始到現在，那是談判的焦點。曼德海峽會不會？現在美國因為從4月13號開始，針對伊朗所有的港口進行封鎖，那所以呢，伊朗就這個說我要反制你。除了赫姆茲海峽之外，如果你再繼續封鎖我的話，我就要開始要求胡塞組織去封鎖曼德海峽。那胡塞組織其實以前有騷擾過曼德海峽，在那個就是加沙戰爭的時候，那個時候呢，各國尤其是美軍開始在做反擊，那所以那個時候同時伊朗跟以色列也有一些飛彈的這種就是相互的攻擊，但是胡塞組織呢，差不多維持了不到2個禮拜的時間就退下來。可在現在這個時間點哈，我覺得既然戰爭都已經打出來了，然後呢，美伊都已經完全的对立，赫姆茲海峽的封鎖會不會擴大，產生一個就是連鎖的效應？那這就是一個大的問題。它可不可以做到？我覺得它可以做到，成效多少，這是一個問號。因為後續伊朗如何能夠有效的提供相關的軍事飛彈給這個胡塞組織，這個問題，但我們現在不確定哦。胡塞組織說不定它本身的飛彈也有一定的這個儲存量，就跟過去我們對伊朗的評估一樣，所以這是一個可能的反擊。美國要去封鎖伊朗的這個港口。那赫姆茲海峽的封鎖，我們現在看到問題針對油氣、大宗物資。全球20%，尤其是20%裡面的80%是送往亞洲，其實對亞洲的能源的衝擊遠大於其他的衝擊。那對中國大陸反而是小的。那因此，你看從日本、韓國、台灣到整個東南亞，衝擊都很大。我們台灣連塑膠袋都買不到了。對。那曼德海峽呢？它如果封鎖的話呢，受了騷擾，那就跟以前一樣，它走到非洲的南端，會增加大概10天到14天的航程，但它不是只有時間增加、保費增加，它會產生供應鏈的骨牌效應。也就是說，它的前提是赫姆茲海峽已經被封鎖了，如果曼德海峽再被封鎖，那這是雪上加霜了。對，它不是單純像過去只是曼德海峽受到影響，那大家會擔心保費增加，敢不敢經過紅海？那我們長榮在蘇伊士運河曾經也這個出現狀況，造成整個全球的就是海運的這個堵塞。可是呢，這一次如果再發生赫姆茲再加上曼德，那一定遠超過過去長榮加上胡塞組織的騷擾。所以它會產生連鎖的甚至骨牌的效應，這都影響會很大的。好，這場戰爭，這個海上的封控哦，這個伊朗祭出了說他要打的這個海上封控，接下來現在就是害怕的，就是影響到全球的經濟。那對於全球在軍事面的影響，我們也另外來關心。軍事面現在被說呢，美國的武器呀受到國際的質疑，到底有沒有後門這件事情？特別來舉一個例子，去年的時候大家還記得嗎？以色列當時空襲卡達，那以軍當時呢飛了1700多公里，結果呢美軍這邊不但沒有提前示警，卡達境內就算已經裝了很多的美制防空跟通訊系統，結果呢竟然是沒有任何的反應的，被質疑是不是因為美軍這邊的後門。再來就是伊朗點出的，他認為美制的通信設備包含了幾家公司思科還有呢飛塔跟朱尼珀等品牌，在關鍵時刻還會集體失靈。美軍的後門這件事情其實時有耳聞，厲將軍怎麼看？這是一定有的啦。
這個我用武器的這種只講武器層級來講的話，就一定都有裝嘛，公開的秘密嘛。比如我講一個名詞，大家都應該都聽過，叫敵我識別器。就是說我在飛機上面，那地面的導彈，那我跟它之間，如果我有敵我識別器，我會發一個信號，那地面那個導彈就不會，他就知道這是自己人的飛機哦。就算是你要發射，他會管制到發射不了哈。像這情形，我覺得川普腦袋裡面也有裝哈，川普腦袋裡面有装敵我識別器，是他自己人哈，就一定可以自由飛翔，自由的提拔哈。但如果不是自己人，一律擊落。川普腦袋裡面，我相信也有裝類似這種東西。當然，如果說你在往上提升，按照這種科技在往上提升，那當然它就可以更多的管制。譬如說，你的雷達信號看不到它，像這次以色列的戰機哦，要飛到卡達去轟炸卡達哈馬斯，那次是很嚴重的，是以色列人家跟哈馬斯在談判，那你以色列居然就這個用導彈將這個談判代表，這是非常不講武德。那從此以後，大概哈馬斯也不再信任你哈。可是這個飛行過程1700公里，美軍來講不可能每一個人都跟他講說你裝着沒看到，那一定是美軍自己地面上面的雷達系統都沒有收到相關的信號，這就一定是100%裝了這種後門嘛。甚至於美軍提供給卡達的這種雷達裡面也沒有收到信號，不然卡達它一定防空導彈一定會打出去哈，所以卡達一定也沒有。那同理可證哈，這次伊朗它本身之前在戰前它也有採購很多這個美國廠商所提供的這種通訊器材，那這次在遭受攻擊的同時，這些器材全部失靈，沒辦法通訊哦。打仗靠指揮，指揮靠通訊，通訊是很重要的。那如果通訊一旦失靈，你這場仗就很難指揮打下去。所以我相信美國的這種科技裝備哈，一定都裝有後門。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在最近這段時間，我們看到美國說要賣給他 H200哈這個晶片來講的話，那中國來講能夠不買他就不要買哈。到目前為止也沒有說要買。那中國雖然說他自己自制的晶片，可能效能來講沒有輝達的這麼好，可是它最起碼我安全了，我用的安心了，不要我發展了什麼以後被裝上後門，將來我所有的資訊全部相關的資訊都外泄，甚至我用作在軍武上面的話，就像這一次卡達一樣，後門都被關掉，你武器都沒辦法使用。所以我覺得那未來來講的話，當然。如果中國這個方面可以給這個其他的國家一個安心、信任、保證來講的話，我相信對中國來講的話，它後續尤其是軍火外銷包括到中東地區或者是其他各地方，大家會比較安心買中國的武器裝備，最起碼不會被裝後門。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